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再是头发还在的立法院荣誉顾问3Q哥陈柏惟。第一还在3、4个礼拜的打开后，真的还在，赶快剪一剪啊！大概会到什么时候？你觉得？那审查40天嘛，审查40天，附件10天嘛，所以你还会一直留这么久？那就是要过才有，这个是存在哇！这免费业配，全台选区没有这样子的。看到我的头发表示联署尚未成功，看到我的头发就赶快叫你朋友去联署。边枪。OK， 好，那为什么陈柏惟头发还在？刚讲到那一段，这个也跟我们刚在这几天会讲到，包括现在大家都以为剩下要罢蓝委剩下一区嘛，就是在基隆林佩祥这一区。可为什么在昨天的时候，12个罢团要开记者会，甚或很多罢团要到基隆，除了帮基隆吹那个联署书以外，其他12个地区也觉得他们那个所谓的份数还没有到安全份数 ，OK？ 好，那还在进行相关的一些联署，那到底最后怎么样？看中选会最后决定。那包括国民党要罢绿委的那2区，真的会过吗？今天是520赖清德总统就职满周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次当然大家都会看说，那总统在就职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什么样一些的演说，包括两岸之间、国际之间，甚或国内现在这个大罢免到底会怎么样？但是让人非常痛心的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昨天大概下班那个时间，我想观众朋友都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因为在三峡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死亡车祸，那大概是3死10几伤。你可以想象，就是上下班，尤其在下班下课的一个时间，突然之间的飞来横祸。妈妈本来是要接孩子的，有的孩子下了课应该要回家的，但是永远到不了家。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当下，可是今天当然你看到赖清德总统在第一时间表达来到，然后包括在今天要发表演说以前，也针对了昨天三峡的事情，也发表哀悼的一些的讲话。但义善是现在好了，当然家属有直接陈情说，包括什么70岁以上是不是不应该开车啦？那当然这需要研议的一些东西。可是你如果真的看那个今天看到很多一些车子的画面，包括那辆车在大概车祸发生前1分钟吧，他八股去撞到后面的车那些，你看到那些，你再把那样再怎么样，说实话，那个车祸的发生对所有的孩子来讲，对所有在现场那些来讲，那个飞来横祸有多恐怖？对，我尤其赖清德总统在520的1周年的谈话，第一件事情就先跟这个家属，而且亡者先悼念，然后跟受伤的民众，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回来复原嘛。而且家属其实有提出，希望能够70岁以上的老人不要禁止他们开车啦。当然，台湾现在的规定跟各国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台湾现在的规定是75岁以上的老人必须重新去验照重新去换照，而日本跟其他国家的规定的年纪更低，尤其在香港，他是60岁就必须去换照了。说真的，我50岁去考驾照的时候，都已经不如这个年轻人20岁考驾照的时候那么快，那么容易过。我考了3次才过，所以人老了之后，反应速度都会不灵敏嘛。所以为什么要重新考照的定义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家属要求70岁以上人不准开车？但是如果有这个换照的规定，交通部是不是开始要去严拟？是不是把这个换照的规定往下延到所谓的新加坡的规定，或者香港，甚至是60岁就必须换照嘛？换照的规定也不能太随便什么举手啊，我认识水果就可以通过，是不是可以比照日本用更严格的方式去检视所有的老人家是否适当于开车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不只是保障路上行人的安全，也是保护所有老人的安全啊。如果你已经没有能力去做开车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去避免开车。这也是为什么赖清德总统今天第一件事情就先提醒这件事情，而且提醒这件事情，我也希望交通部各相关单位对于所谓的老人开车这件事情，要重新严拟相关的法令，而且去严格去执行。台湾虽然有换照制度，但是现在还有65000人还没有去换照而且规定的时候是2017年有这个新的规定，2017年之前75岁的老人是不需要换照的，他们今年都已经83岁了，所以台湾有20万人
83岁以上的老人是拥有驾照可以开车的。那对于这些老人来讲，也是一个不安全的事情，更何况是路上的行人，也会导致相关像昨天三峡这样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嘛。所以这件事情值得交通部好好的去研究一个好的方案。回过头来，对于赖清德总统今天讲的所有的这个国安的这个520的相关的谈话，它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医生要分析接下来赖清德总统讲的这些，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包括赖总统的发表一些内容，包括朱一伦，包括黄国昌主席呢，都先做了相关的一些的回应，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来，我们始终愿意张开双手，努力促成朝野对话，加强政党合作。因此，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坦率、真诚交换意见，共商国事。这1年来，我们讲了多少次？我们呼吁了多少次？我们等他的电话多久了？不要空口说白话，不要睁着眼说瞎话。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赖清德总统如果真的想要进行真诚坦率的交换意见、共商国事的话，请容我再强调一次，没有前提框架，没有预设立场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好，来，医生是。对于今天所谓的赖清德的520谈话哈，分3个部分呢。第一个在经济外交部分，他还是有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主权基金。而主权基金对于面对美国现在希望台湾大量的去做美国的投资，其实这个主权基金的设立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主权基金的设立也不是行政院说了算，未来相关的法令都会送到立法院去做审议嘛。所以包含我们之前也谈过所谓阿拉斯加的天然气也好，或者是辉达要去 AI 带领台湾的所有的厂商成立所谓的 AI 的总部，在美国的 AI 的产业园区，这些东西都是否是由政府的主权基金先率先带头之后，台湾的产业在跟进嘛？这对于所谓扩大对美投资，对于美国的关税谈判，都是有所谓的利基的。那对于两岸关系，他今天反而在520谈话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中国。是记者在提问的时候，他也是重述了他之前在选举时候提到的所谓的4大支柱就外交、国防经济跟所谓的两岸的之间的对话嘛，所以他并没有对于两岸之间有特别的谈话，企图是对于两岸不断升温的这个敌意能够企图来这个降温哦，反而是对于对内的部分、朝野的协商部分，他谈了不少的东西哦。第一个东西就是谈到所谓的过去在野党不断的说他是绿共独裁者希特勒，甚至希特勒还引起国际的纷争嘛，这些批评他说台湾民主是台湾的重要价值，也是重要的资产，是台湾曾经是戒严最久的国家，是很多的前辈努力去争取这些民主来了，没有一个台湾人会放弃这样的民主生活，也没有一个领导人，没有一个总统会背离民主自由啦，所以他等于是反驳了对于他的这些独裁者或者是希特勒也好、绿共也好的所有的批评。那关于大罢免的部分，他提出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而且民主不是仇恨的动员。我们也希望不管是蓝罢绿或绿罢蓝，公民团体去罢免蓝委的这个部分，未来都可以透过理性的说理来让大家去投下这个罢免票，而不要用过所谓的仇恨的动员哦。那对于朝野之间的对话，其实他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叫做重要国安简报。其实他还是维持着宪政体制里面赋予总统的职权，叫做国安会嘛。对于行政立法院两院的争执，还是回归到宪法、行政跟立法之间去对话。但是朝野党主席要来跟我总统对话，我就开启了一个叫做国安重要简报，来跟朝野的党主席来做对话嘛。这个东西是一个符合宪政体制的一个方式。而黄国昌跟朱立伦今天也有一定程度的善意回应。当然，黄国昌说两个没有了，就没有前提框架，没有预设立场。这个东西其实一定会有一个前提框架跟立场嘛？为什么？一
总统毕竟是宪法上面规定的一个职位，他必须按照的宪法行事，所以任何没有预设立场或没有任何框架是不可能的事情哦。另外就是朱立伦昨天还在扒赖清德啊，那扒赖清德519，今天终于1周年了，要真正的扒，不要再按喇叭了，直接提案罢免不就对了吗？其实他今天也没有提案罢免嘛，他也是善意回应了所谓的国安重要简报这个概念，他甚至说应该定期化、制度化，去把它变成是政党的国安简报，把它完全的制度化，这也是一个善意回应。那朱立伦说他等了1年多的电话，我说真的你今天终于等到电话了，但是记得要把电话给 Thank you。因为你说那个罢免不是一个民主的行动，那 Thank you 听了非常不爽。因为当初你去罢免 Thank you 的时候，你都说这个是民主的胜利。不要这样，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Thank you也是奥运金牌是。因为张善政不是讲说，就像比喻要把奥运金牌给弄掉一样啊。他们讲，我现在知道，原来你也是奥运金牌哦。给讲张善政不是讲说，就像比喻要把奥运金牌给弄掉一样啊。他们讲，我现在知道，原来你也是奥运金牌哦。给讲所以朱立伦在等那个赖清德的电话，那 Thank you 也在等你朱立伦的电话哈，所以记得朱立伦的电话要给 Thank you 一下。另外回过头来说，1年来这个赖清德的表现好不好？那个民意调查基金会今天也公布了民调哈，赞同赖清德的有部分有45.7%，不赞同者有37.4%。对于一个只用4成多选票当选的总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为什么呢？来跟蔡英文比较就知道，通常蜜月期行政单元蜜月期半年，半年的时候，你看蔡英文在2016年刚当选的时候，半年死亡交叉之后，他的不赞同度都高于赞同度，这个是蔡英文。那上面是赖清德，他曾经在11月也是半年蜜月期的时候，差一点要死亡交叉，但是之后持续的往上攀升哦，到今天为止，他的所谓的赞同度还是高过不赞同度。对于赖清德而言，今天这份民调代表民意上面对于赖清德的执政还是相当的满意的。OK， 你刚刚看到赖清德总统在召开就是记者会的时候讲到因为就职1周年，然后发表了一些相关演说，你也听到朱立伦主席跟黄昌主席呢那直接的一些回应。好，如果真要讲的话，我们就化繁为简好了，很简单。其实这一部分是包括国安简报，国安简报大概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如果当总统要释出国安简报，让在野党的领袖大家能够一起来知道一些重要相关一些的话，如果你是在野党主席，你会反对吗？你一定不会反对嘛。你能够加予，能够知道更多的一些。可是这一段，那朱立伦直接也讲了，好吧？那包括党对党 ，OK， 这个沟通，黄昌也讲党对党的一些沟通。可是重点不单只是在这个地方吧，这一部分是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其他的呢，好。包括赖总统就直接讲了，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那我们始终愿意张开双手，努力促成朝野对话，加强政党合作。光这段话好，再加上这个地方，那赖总统也讲到说，那没有一位总统可以背离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湾的民主一路走来，从来不是靠仇恨动员，而是靠公民参与凝聚而成。那这样的一个讲话，那媒体上某种程度形容说释出了善意，可是你也听到刚才朱立伦主席直接的回话，你有没有听到？包括等电话什么什么，其中还有一句话，不要睁眼说瞎话。你光这句话回出来，你就知道大家一些心里面，尤其现在的大罢免的氛围走到这，现在是2阶哦，2阶走到大概后面尾声的一些地方，等到3阶再下去，你想象国内整个那氛围，好了就直接问，来委员，你听到赖总统说的？从来不是靠仇恨动员，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这些。那朱立伦主席直接回了什么？不要睁眼说瞎话，类似很多这些大罢免氛围一下去，赖总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这样对话，那办得到吗？这个因为赖清德总统他说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现在的争议啊，那什么叫更大的民主？代表说一样民主的手段，所以这个背后意涵大概就是指罢免会持续下去，因为都是民主的手段嘛，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嘛。那当然你说回到这个朱立伦上，因为
赖总统他说的是说，请国安团队然后做这个国安简报。那当然，不管是朱立伦，包含是黄国昌主席，都认为是希望就是至少是主要的政党的这个领袖啊，因为赖清德总统现在也是民进党主席嘛，那政党领袖就针对国家的问题呢，能坐下来去好好的去做一个交流。但以赖清德他提出的东西就是国安简报，那以及当然这个谁主动谁被动，我觉得这无妨啦。但是就是说，赖清德总统既然提出这样子的橄榄枝，我们不是认为橄榄枝，那这个毕竟你现在也是主人嘛，那你就递出橄榄枝之后，打个电话给黄国昌，打个电话给朱立伦，让大家一起去做这样的会谈，我觉得是重要的。但是因为老实讲，今天赖清德讲说用更大民主去解决，代表说其实我们一直有诉求说不应该再继续推动所谓的大罢免的东西，但以目前的民进党的社会气氛以及现在社会氛围，还是要持续推下去嘛？那持续推下去，你就是代表说，总统说可以和解，但实际上下面的人彼此短兵交接啊，那彼此不断的这样对立呢，不断对抗，然后蓝绿之间或这样子不同政党立场之间不断对抗之下，你怎样去进行一个上面的和解？所以我会觉得今天是就职1周年的讲话，既然赖总统你提出了这样橄榄枝，那先实践看看。好，那就先不管你要国安团、国安简报也可以啦，反正国安简报是很重要的事情嘛。但是他跳进来之后，他的背后，我觉得还某种程度，其实赖清德在这国安简报也酸了一下在野党。他怎么讲？他说要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跟国家的安全嘛。但我必须跟大家讲，在野党没有不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不为国家安全，所有在中华民国这块土地上都是为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啊。大家一起来啊，那没有问题嘛。但是大家一起来好好谈。针对国安简报，针对现在台湾内部现状的社会分裂、社会的对立，那能不能有一套解方？或许可以透过这一次讲话之后，促成一次会谈。但老实讲，我觉得会谈的几率，老实讲应该不是很高啦。如果连会谈的几率都这么悲观的看，来建议连会谈的几率。委员都觉得不是这么高啊！再换一个角度，你看到在野党领袖包括朱立伦不是第一次喊，那还要大罢免，还要这样下去吗？把国家对立成这个样，撕裂成这样，赖清德说你要把，如果真的大家当面会谈，他讲总统还需要大罢免吗？2阶你们说这是民团的什么进了3阶呢？你能不能告诉洪建营他们不要再往下大罢？如果朱立伦真的这样讲怎么办？其实没有一个总统可以背离民主自由的价值，这是赖清德总统说的。那当然，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做一个解决。委员刚才一直讲说大罢免，大罢免，大罢免。其实我一直认为，今天要召开这个所谓的国安简报，要促成所有政党坐下来谈理性，没有人不理性，没有一个总统不愿意跟你谈。国安简报原则上是针对国内的一个经济安全、国防等等的问题，跟大家来坐下来。但是看起来，委员刚才讲的一直在指所谓的大罢免、仇恨的对立等等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民主公民他们发起的一个运动，而且是他们的权利。选罢法权利并不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定的，是早期老蒋时代就有那个选罢法的规定了，只是选罢法一直在修。这是人民法律赋予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并不是所谓的仇恨动员、仇恨对立。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黄国昌我也知道，我现在可以预测，真的坐下来，他搞不好要我捡到枪了，真的可以跟赖清德，我要找你辩论，你都不跟我辩论等等的问题。他会不会要求直播？我相信会，并不是总统不愿意谈。当一个总统就任满1年，他提出的善意，我相信大家期待乐观其成。那也没有所谓的罢免、仇恨都没有。如果愿意，总统真的邀集了国安会议，或者是坐下来良性沟通的时间，大家都坐下来讨论看看。但前提不要用闹笑话的心态去讨论这个重要的会议。我简单回忆一下啦，就是说，当然赖总统说不要用这个仇恨动员哈。罢免就民进党的说法是公民团体，但即便是公民团体发动的，但的确以赖清德为主的这个民进党，还是在这个赖清德他自己对内的民进党有发一公文，就说要全力支持所谓的大罢免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今天赖总统他选择的是尊重公民团体，但我们的民进党不介入，那就尊重他们的公民团体的权利。那民进党部分好好的跟在野党去做一些协商谈判的话，或许整个环境或整个对立情况也不会如现在这么严重。但我觉得无妨啦，就是说现在已经进行到这个阶段了，那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一样嘛，就是虽然我们朱立伦主席是比较酸一点，就说还没接到电话。
但就没关系，赖总统多打个电话给朱立伦嘛，让大家坐下来去谈嘛。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第一阶段因为博雅也在这边，所有在座的都知道，第一阶段我们根本没有介入。那是因为整个社会氛围必须要这么做。那相对之下，你们的罢免呢，从头开始不就是你们青年军吗？那用这种角度去做对比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本来我用我们同一个选区，我第一阶段连动也没动啊。这第二阶段是大家公民已经热起来了。我们身为民进党的议员，我的选民也有国民党的啊。我的支持者也有国民党的啊，只是因为让我服务过，愿意支持我。但这些人原则上我动员他，他也动员不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公民的权利的一个氛围，而不是民进党操作。所以我要相较之下，国民党我们不要说什么假死人联署啦等等的问题。从第一开始都是你们青年军假冒公民团体在推所谓的罢绿的部分，只是后来没有成气候，没有成型，而我们。真的从头到尾，第一阶段没有介入，第二阶段的中间部分，党中央才说我们要配合公民的权利。这个我必须要说明清楚。OK， 来有头发 ，Thank you。为什么讲那个 Thank you 是奥运金牌？这是张善政市长讲的。OK， 他说奥运4年举办一次，现在赖清德却想从金牌得主的手中抢下金牌。如果是这样，那以后奥林匹克也不用办了。那记住哦，张善政市长讲是直接说现在。赖清德想从金牌得主手中要抢下来，赵少康更直接讲，不去投票就是支持民进党的大罢免，打败大罢免就是对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黄昌主席是说，大罢免明明就是民进党所发起，结果赖清德没有基本的勇气来承认，选择躲在所谓的民团背后。来，Thank you，总统基本上一定是全国的汤抠。那刚才建议有讲一段话，去年他刚刚跟委员讲，去年一整年你们在立法院，你们蓝白把立法院搞成什么样？对一个总统来讲，那他当然希望全国大家能支持一些相关的政策。好，可是从去年的一些在法案的东西到预算的东西，一直到现在走到大罢免。当赖清德总统说他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民主不是仇恨动员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这样一些对话。可是这样的一个对话，刚好这1周年发表演说碰到大罢免，所有这些氛围，要怎么往下去融合这2块？好，张善政讲的话，除了显露自己的无知之外啊，他这个红酒抿一口的个性啊，果然很符合国民党对于选举的认知。当年我们选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漂亮场面话，也没有什么前辈教导我们，很自然的在麦克风前面我们就讲，当选是责任的开始，不是比赛的结束。当年我们选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漂亮场面话，也没有什么前辈教导我们，很自然的在麦克风前面我们就讲，当选是责任的开始，不是比赛的结束。所以今天如果奥运冠军拿到一个金牌，他是已经比完比赛了，他接下来是领退休俸，成为国家英雄，回来英雄大游行过来绕街。那个才是比赛、体育竞赛项目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对选举来讲不是啊，什么时候谁跟你讲选举完比赛就结束了？选举完是你当选之后，你有4年的时间，你要这个勤恳经营耕耘。然后呢，选民会对你有期待，对你的政见兑现的程度会给你审视监督，这个才是选举跟任职公职的这个一个标准状况跟心态吧。可是很显然的，某种程度张善政反映了我选上了，不然你要我怎么样？我选上了，我就是会继续嚣张跋扈；我选上了，就开始分配地方派系利益。还记不记得卢秀燕选上了选举的过程去讲什么？他跑去跟严清标握手说，未来一切咱拢会配合，谢谢谢谢。他有迄个市长咧配合，因的那些配合啥货？无你跟我配合，看卖来配合看我庙愈来愈大间无？看我钱愈来愈多无？是配合啥货？你讲我听嘛。所以当这个比喻失当，这个就叫不伦不类。那刚好朱立伦不伦，然后这个张善政喝酒喝多了不累，心情体力很好不累。这2个人都乱搞，不是这样子思考的。我认为公民政治要深化、要前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是真的在讨论议题。什么叫做大罢免？为什么大罢免被形容成仇恨动员？那仇恨的对比是什么？难道是爱吗？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不关心。那仇恨的反面是什么？是信任嘛。所以我进立法院的时候，我其实有上到一课。
看起来剑拔弩张的各色不同团体，我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有5个党嘛，他们其实有很基本的信任，那个信任是什么？比如说离岛的立委会一起质询，杨耀是绿的。金门马祖是蓝的，怎么3个人会一起质询？因为他们有更大共同的需求，在国族之外的议题上面，他们在交通医疗会共同质询，所以他们3个之间有一定的信任累积。我相信过去苗博雅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还有各色的这个成立党团，包含呱吉，甚至徐小新可能会在不同议题的支持，那个就叫做信任的累积。但同样的，信任的累积很慢，但是要摧毁很简单。请问一下，这一届仇恨的堆叠是谁开始的？不就是因为国会扩权法吗？不就是黄国昌跟傅昆萁扬言要抵制民进党的每一条法案吗？不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在里面戏谑然后这个只全请一方？前一阵子我忘记访问谁了陈其迈啦，问陈其迈说那个国民党那个赖清德民调最低你怎么看？他说马英九9.2，你认知的事实跟我不一样。他说以前陈水扁朝小也大，为什么就没有大罢免？现在赖清德就弄大罢免。你知道陈其迈就说那个时候王金平当院长比较有在做事，那就剑指谁？就韩国瑜嘛。所以当这个仇恨开始累积，本来还只是政治人物之间对打，老百姓还觉得说蓝绿本来就会打架。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化？青鸟行动，你把沈伯洋摔下来嘛，摔下来是不是就有民众上街头了？隔天是不是就变成青鸟行动了？这个就是仇恨的堆叠。请问一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作为公民团体、无党小党、绿营的支持者，我们做错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得罪了谁？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要你们这样子来糟蹋我们？是谁先破坏彼此的信任的？是谁先在党团协商讲好的事情翻脸不认人的？不都是傅昆萁跟黄国昌吗？所以今天老百姓跑出来行使大罢免，坦白讲，我现在还有这个资格讲，你民进党第一阶段为什么不帮忙？难道没你的事情吗？当然，这个是公民团体第一时间上街的怒吼。我换个方式讲啦，今天政治走到这里，台湾的政局走到这里，已经不是你能够拿到多少票的艺术了，是放下的艺术。你朱立伦能不能放下傅昆萁？你黄国昌能不能放下柯文哲？你赖清德能不能放下现在台湾的这个罢免的局势？你要放下什么？你选择放下什么？如果今天赖清德选择跟蓝白妥协，我们罢免，接下来民进党选择旁观，那我跟你讲，连赖清德都会被罢免，他怎么样放下支持自己的基本盘支持群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能放这边，就要蓝白这2边就要去放掉。他就必须有一些放下。那不好意思一开始也不是我跟你们吵架的，是你们选择要这样子弄的。赖清德不是没有诚意呢，还记不记得有院际协调？院际协调多久没有办了？为什么要办？因为立法院跟行政院搞不清楚嘛。院际协调要处理什么案子？处理年度预算的复议案嘛。因为行政院认为窒碍难行，你们不要删完再讨论。而国民党就决定一定要我要先煽动之后再来讨论，就是他们现在的口供。你一开始不要煽动不就好了？一开始不煽动就没事了嘛。没有，我一定要煽动。所以韩国瑜去那边喝了杯咖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有去跟没去一样，我就不知道这个院长到底要干嘛。然后呢，喝完咖啡之后，我会抱持最大的诚意，要跟我们党内讨论个鬼，什么结果都没有。所以当时院际协调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时国民党就有提出这件事情，也就是蓝白他们这一些话语的背后，就是希望呼吁赖清德停止罢免，而赖清德没有办法以愿意停止罢免为前提来谈话的原因是他不能放下自己的基本民众。这3个党主席放话的最主要核心内容是这个样子。你看委员就很内行啊，委员虽然现在还在台北市议员努力，有朝一日2025的双信立委就有朝一日有朝一日，但不用下期限，不小心下的日期啊。你看委员他就很没嘎嘎，讲完总统大罢免没有前提的时候，委员第一时间就是那是不是应该要停止罢免行动？是不是应该要冷眼旁观？是不是应该要隔岸观火？这个就是国民党现在最担心的事情。这也是他们，我坦白讲，你们选择任用傅昆萁的那一天就应该要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接下来的行动不是我们把你的金牌拿回来，是你用禁药了。你要被大会取消资格了，是你这个作弊的小孩子现在死拿着金牌不放，这个才是正当的比喻。所以逻辑很简单，你们永远都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立法委员的工作就是做立委，不是做老大，不是做网红。你立委的东西做得好，我坦白讲，我对我的罢免案还是没有悔恨。
你要知道，我那一边的地方势力，对严家来讲，他出生的时候坐在沙鹿半山腰，看着海边的潮间带，说不行，我们这里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我要火力发电厂。于是火力发电厂造陆填海，把整个无期到这个沙鹿到无期的那个潮间带填起来，盖了一个火力发电厂，欣欣向荣，地价向上。回头一看，这个半山腰，这个可能还有梅花鹿在那边跑，开一条向上路来到我家门口。他们的经营政治是这种方式经营的。在那边30-40年的时间，从公庙到基层无一不语。我在那里只有1年10个月，我们用论述、用议题、用立法院的专业表现跟他们抗衡，他们全国打一个，我才差3000票而已。所以我认为我们走文化、走这种论述公民议题的能力，讲民主政治的能力，其实可以跟30年的这家族打得不相上下。我心中无一丝的悔恨。但是国民党现在，包含待会可能会讨论到林佩祥那种轻蔑、那种容许暴力、那种扭曲说谎，包含民众党那边煽风点火的方式来玩政治，这真的是对台湾好的方法吗？我某种程度都觉得赖清德要让他们看国安议题，是要让他们正视问题，是告诉他们你们这1年多都不讨论国安，这个是老师要上课，所以一切从你们自己改善做起。赖清德放下罢免，我认为没有可能。我仇恨的堆积，如果照刚才那 Thank you 讲，是从蓝白开始放下。那 Thank you 讲说，因为赖清德不可能放完以后他都会被罢免掉，因为很多来宾像一山也常讲，是民团推着民进党往前走。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就挂了，所以只能蓝白现在回头自己去想办法填伤口，解决这些事。不是这很麻烦哈，就是说所谓仇恨的堆叠，刚刚Thank you讲的就是我们蓝白所谓在立法院乱删预算。好，但是回到我们自己支持，我们认为我们在监督政府，合理的去监督预算。好，那你也会从发现，不管是这一次赖清德他的整个满意度来说，大概这个加扣除他们民进党自己的民调，大部分其他民大概40%到45%，也不低，就是他们的基本盘就在那边。所以面对，但是问题是反对罢免、不喜欢罢免的人其实是占多数哦。所以，如果大家各自回去就说没错，我要对我自己选民负责，我要对我基本盘负责，那很不幸，那接下来没有什么对话空间，因为我们就只能透过不管是罢免或下一次的选举，让选民来决定。那这样子各个领导者之间不用谈啊，因为我对我选民负责，我巩固我基本盘就好了。那这样子好像客观来说，的确我基本盘被我巩固住了。但对整体社会，尤其是更中间的一些中间选民来说，或许他们不希望看到社会这么混乱。来 ，Thank you。好，简单回答了哈。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对情势判断错误的一个小小的蛛丝马迹。他们一直认为是民进党推动罢免。他们要对话的对象其实是公民团体，严宽恒要去跟他表弟谈。这个罗廷伟要去跟领衔人谈。那个徐巧芯要去找曹新成谈，不要搞错，你不要以为跟赖清德谈，这些人都会听他的，这些人的意见都比赖清德多啊，所以他们错估形势。他说啊，我们大家都归队，蓝的听蓝的，绿的听绿的。我跟你讲，绿的支持者没有那么笨，绿的从党外抗争到现在走入民主化，他们也知道对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吵架，我们执政党当家不闹事，等大家有一个可以谈话的空间。结果现在要罢免的是公民团体呢，是公民团体逼着拿着枪逼着民众，起你，搁底下处理你这个密合不处，跟罢免也要不要等候你，是这样子被逼上街头的你怎么会觉得是赖清德打一声令下，所有人从现在开始每天站路口，没有那么多时间，嘿。你不要说做总统，我当年当立法委员，我光做功课做了快半年。那个预算书送来推3车进来，那个你光看到头就晕了。当一个新任的总统，就算他前面有实习过4年副总统，也不可能一触而可及。所以搞清楚状况。如果我的建议啦，国民党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跟公民团体展开大辩论。所以搞清楚状况。如果我的建议啦，国民党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跟公民团体展开大辩论。我都还记得徐巧芯那个时候有跟什么呱吉还是谁，大家一起去讨论。然后就你在立法院的专业能够侃侃而谈。我当然知道桃园牛煦庭有找人家辩论，但是被拒绝了。但是其他的选区永远都要知道，你找赖清德只是想要一劳永逸啦。但是赖清德也自己已经讲过了。罢免行动，没有人可以主导，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其实都把他的立场讲得很清楚。我补充一下，我跟委员说明一下哦，其实公民团体，我如果记得没错，是今天或明天，松信就开始要全国站、全松山信义站街，要去把现在就开始站街，要站啦，他们要站了。我这边事先告诉你，他们已经要开始站。我们跟他坐在开会的时候，我们连表达意见的权利都没有。王宏威跟徐巧芯是我的选区，他们来4个人都坐在我服务处。我要跑来跑去的做服务，他们坐在那边等我，好，就开始问我问题。问完了以后，他说你们陆军怎么打？他现在都是要了解陆军怎么打。问完了，好，谢谢你就走了。他也没跟你说要借车，也没跟你说要动员，也没有说叫你怎么样站，都没有。好，我们知道你们选举陆军的模式，空军、海军、陆军，这是我选举的。我本来以为你们是侧翼。现在听起来你连侧翼都不是啊！拜托，我们电话打他还不一定接。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赖清德总统常常跟这些罢免领衔人开会，赖清德是坐伫咧听话尔呢。曹清诚讲，甚至于曹清诚告诉赖清德说，哪个人没有帮忙收联署书，收的份数不够多，这是这些人把压力全部给党主席。党主席公安3Q 讲的一件事情。我民进党永远以来最多的支持者也是30几%。我要巩固我的没错，但是现在我要巩固这边，我不能放下跟你谈，然后这些罢免团体、这些年轻选票、这些中间团体我们不顾，所以我还是要维持我民进党的态度。原则上我当家不闹事，我不介入，但是你们讲的我都有听。也之所以这样子，赖清德才告诉我你们的 KPI 每个人的选举，后来你们国民党不是接着走吗？也是一样用 KPI 的方式啊，只是你们落实的方式跟我们落实的方式是不一样。可是如果真的阿淼是，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因为以赖总统来讲，总统嘛，你不管我当选票数多少，那全中华民国的国民那都是我的子民嘛，就2300万人嘛。可是眼下就是这个样。可是如果就算赖总统讲说希望能够释出橄榄枝，不管国安简报，不管要不要打电话给朱立伦或黄国昌，但即便打了，就要回到我们刚刚那样讲，当赵少康直接讲说，如果要你不出来投票，你就等于是变相支持大罢免。所以呢，罢免你要出来投票，那就是对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当把这个定调完以后，两边这火车对撞，在今天520以前。包括517、518，包括白银在台中办的活动，包括昨天是国民党全民按喇叭嘛，那所有那些活动，所有相关这些都回到罢免，这些一定都跑不掉的。如果再照刚刚来宾讲说那个罢团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国民党现在看起来要罢，包括双吴也没有停哦，即便困难还是在往下走。现在这个火车对撞的局势，即便赖总统有心，也只能这样往下看啊。先讲罢免这件事情罢免这件事情要停下来，绝对不是说叫赖清德下令停下来。因为确实就像刚才这个建议跟3Q 讲的，如果赖清德说现在停止大罢免，那连民进党自己的支持者都会起来反民进党。因为这些民进党的基层的议员跟立委感受最深啊，是支持者走在前面，拉着这些议员跟立委说：“要什么时候才要来？你服务处怎么没有联署书可以签？”你以为民进党的议员很爱签罢免联署书每个人的助理那么少，你还要拨出你的助理去市场拉这些什么联署书的这些，那个是被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后面推着走的。可是你刚刚讲这个，跟委员刚刚讲那个，他又会回到，你看现在所有蓝营跟白营的宣传的方式，告诉你的是赖清德要把金牌得主拿走。打败大罢免就是对赖清德不信任投票。黄国昌更直接讲，赖清德是没有基本的勇气来承认，躲在民团的背后而已。大罢免明明就民党，所有一切都是这个样子哦。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两边各自的状况就对了。委员刚就讲，那大家就各自巩固自己的就好了。我讲一个持平的啦，大罢免有没有可能停下来？有可能。当蓝白的信任度变高的时候，大罢免就会慢慢停下来。就像柏惟被罢免过嘛？那柏惟在罢免的时候，他会期待严宽恒登高一呼说：“请我们现在开始停止罢免陈柏惟吗？”不可能，麻烦严宽恒的调啊卡都瓜，你起码是安怎？怎么叫我们前面拉个半天？所以陈柏惟做的很简单，就是他要拉回去他的这一些选民对他的信任度跟他的支持度嘛。
那最后国民党全党打他一人，他差3000票，这个是遗憾。可是你看他那个过程当中，陈柏惟有没有一直每天叫严宽恒出来呛赌说啊，你给我出来啊，严宽恒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辩论，没有这样子，因为重点是选民蓝白之所以会面对要大罢免的困局是。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信任度降到极低嘛。你看现在所有民调摊出来，蓝白加起来有时候信任度都还不及绿，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因在1年前，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国会扩权1周年嘛。那国会扩权1周年的这个时候，你那棵树种子种下去，现在已经长出大罢免的果的时候，你能不能回头去解决那个因？其实有机会。其实政治是这样，我觉得现在看民调感受得出来了，民间有一股氛围是觉得政治很对立，大家慢慢的觉得不耐，这个我们要承认。但是觉得对立、觉得不耐，重点在于民众认为责任在谁的身上，对不对？国民党现在的论述呢，非常的简单，就跟中国一样，中国每次都说责任全在美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责任全在美方。台海发生任何事情，中国一定说都是民进党的责任。国民党现在是走这个路数。但是民众他是会去看的。赖总统今天520谈话，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抛出了这个跟在野党领袖分享国安简报这件事情。因为在野党要求说赖清德你下令停止大罢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实际上就是这个拔山倒海，这个是现实客观的环境上很难，但是他可以分享别的东西，比如说专属于总统的。这是专属啊，国安、外交、大政方针是总统的专属。我愿意把我专属这个权利，现在跟你分享哦。而且不要忘了，黄国昌至少还是个立委，朱立伦他连任何的公职都没有，但是总统愿意跟他分享，我愿意跟你做这个简报，让你一起来看原本只有总统专属看得到的东西。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分享的讯号，我愿意跟在野党一起分享这件事情。好，那现在轮到在野党要来回这个提议了。那这个他们今天讲说啊，当然还要有点姿态啊，我知道政治要一点身段，可是重点是在野党蓝白他们也可以做一件事啊，比如说大法官的提名能不能把它通过？大法官的提名如果通过，宪法诉讼法的问题至少先解决掉，到底能不能开庭宪法法庭的争议，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善意啊。可是如果今天蓝白他采在一种说，我一定要全部都是我赢。我告诉你，我不要跟你民进党做任何的沟通，我只要大罢免停止。这叫什么？你必须无条件投降。就蓝白现在释放出来的 offer 是赖清德，你必须无条件投降。那大家就会看嘛？请问你蓝白现在手中的筹码是什么？朱立伦说：“哦，你如果不无条件投降，我们会罢免赖清德。”我告诉你，这连蓝军都知道的公给。那连蓝军都知道是讲假的东西，你怎么会期待说？他能够成为国内政治真的能够迈向和解一个解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520赖清德总统的表示，其实值得蓝白的政治领袖去思考。阿苗刚姐姐讲，国民党手上筹码有什么？这是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要谈，那讲国民党手上的筹码，你不可能去罢赖清德嘛，因为这对了，这件事情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不太可能。那国民党现在筹码是怎么做？我觉得现在不是用筹码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承认，好，按照民进党逻辑，一开始是他们所谓的公民团体，但公民团体发起之后，民进党立委包含柯建铭总召没有在立法院里面推波助澜，说他也要大罢免。那这样不断推波助澜之后，这样民进党当然你们认为是被动加入，但同样的。这些公民团体跟民进党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只要很简单嘛，国民党或者在野党立委被罢掉，民进党就有机会成为立法院多数，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运算嘛。所以这样利益一致的情况之下，当然会造成这个就民进党加入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公民运动，变成一个政治对立性的一个投票。好，那这时候我们讲到是所谓态度问题。假设今天当然，我觉得如果赖清德总统他是用一个比较持平的方式，然后跟大家讲说他没有要去追求所谓大罢免，大家用一个中立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东西。同样的，立法院的部分，的确过去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一起加起来的多数，很多民进党希望的法案或希望的人事权，一直都被国民党或跟民众党背歌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谈谈看？那比如说阿苗讲大法官人事权。好，但是同样的，国民党跟民众党想要的法案，那民进党也不要用过度背歌的方式，彼此之间有一进一退，
自然而然社会的和谐度就是说，我相信各自基本盘支持者一定不喜欢看到对方政党得利，但以整体社会和谐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方式来建立起现在的和谐。但以目前而言，如果不坐下来谈的话，就推到极致，就是大罢免结束之后补选之后，整体一直不断的对立到明年的议员跟市长的选举，到后年的总统跟立委选举，不断的撕裂下去。我不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上公，菩萨为因，众生为果。那现在的局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大概30席要面临到3阶。当然你要看中选会最后合多少，林佩祥那一席到底会不会变成31，或是蓝营能不能罢这？那现在已经走到这了。那李师求诸也，请齐老告诉大家一下，活化石，看过这么多，但刚才有举例啊。阿扁那时候朝小野大，比现在还夸张，是，那当然你说王金平院长可能也不单是那样一个原因，可是整体你不管怎么说，中华民国100多年，又不是只有这时候面临过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这局怎么解？看着就是目前看起来这个大罢免一定会走下去。我到目前最起码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他会停的一个道理。可是你往下去走的时候，好，现在就是蓝营有人说哪几个会面临到很危险。那蓝营如果当面临到这些，我已经要被你罢掉，我一定毛起来，我就直接跟你用对干的方式。大家都知道3阶肯定打热战嘛。那蓝营如果当面临到这些，我已经要被你罢掉，我一定毛起来，我就直接跟你用对干的方式。大家都知道3阶肯定打热战嘛，那就这样一路往下走了。刚好520剩下最后一个523截止嘛，林佩祥罢蓝嘛哈。这时候讲和解，我觉得好，走着看吧。怎么和解？我不懂怎么和解。我问一下建议就好了，罢免你都不管了。2026你还要选吗？做没搞。我觉得总统如果出来登高一呼，是有机会力挽狂澜的。慢慢，我不认为了啦，我不认为了，我不认为登高一呼，但是不喜欢我们讲说民主要用更大的民主去解决，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梅姐的共识比较高一点了，就是说一切等大罢免完以后再说。哦，我觉得现阶段要讲和解的空间根本没有，一切等大罢免结束以后再说。那现在大罢免结束，那你现在认为国民党里面现阶段，你认为不把赖清德抓出来当做一个3阶的主题吗？一定会嘛？一定会嘛？要不然怎么动员？那现在是大家比较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突然大家的位阶都提高了，准备要跟总统碰个面而已嘛。你看朱立伦念之在之，从4月。就开始说要举行国事会议，要邀请在野党4月22号跟黄国昌碰面，要邀请在野党要举行国事会议等等的。他已经讲过多少次？他念之在之，就是他能不能跟赖总统平行坐在那边开会。但这对大罢免有影响吗？其实并没有就是说你看到的国民党是一个认错的政党吗？就是说从过去坦诚一些做错的事，并没有啊。你并没有看到啊，所以你看现在全部送进去啊，当然里面有没有要面临补件？就如果要有面临补件，如果说真的分开成2阶段的话，真的分开2阶段的话，那第1阶段叫屠杀，第2阶段呢叫这个叫凌迟，没有凌迟还不一定会过，因为你没有，你已经看得出来。就你第1阶段过的，全部都几乎仇恨值高的第1阶段就过，那个联署数字是最高的，不管你说徐小新、王宏威、傅昆萁这一些人，他的联署比例是高的，达到130以上。好，那这些人仇恨值最高的，如果分2波，那你就发现什么最难的什么好不容易成功的张志伦啊，什么严光佑，如果真的要补件，他们在后，结果你会发现。他会如果真的分2个阶段投票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选举。一个是一定火热到一个程度，因为仇恨值都在那边嘛。对，那仇恨值在那边的时候，谁危险？我们一定就想到了几个人嘛，
王宏威啊，徐小新啦，叶元之啦，然后罗廷伟，其实罗廷伟跟牛许婷哦，全国的仇恨值没有那么高。那为什么被搞到这么高？但是他们在地方的仇恨值高。牛许婷跟罗廷伟在地方的仇恨值高。那你说黄建斌被列为最危险的，黄建斌那没办法，那是民进党在台东当时沙卡都民进党分裂嘛，对啊，票又拉得很平均嘛，所以黄建庭是小赢过关嘛，又拉平了嘛，它是结构性上面的问题嘛。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嘛，找了庄瑞雄去，可以拉住英系嘛，他现在是英系召集人嘛，他刘兆豪，然后刘兆豪又被小英没有当选以后，小英又把他叫回去了，所以英系跟当初英系跟赖坤成的战争里面派出这样是可以有中间空间可以谈的嘛，好，所以你说。当然啦，这个某中汉写的4+2说最危险啊，他们说刚好6席，他们就说这个嘛啊，这怎么只有6席？我说你要看清楚，最危险，分级有最危险，接下来有危险，好，还有普通危险，分级嘛哈。当然这6个是被评为最危险的，我觉得合理啦，这6个合理，那。其他所谓的危险呢？他们写到说拉警报11个嘛，哈，就是说如果把投票率算下去，拉警告11个嘛，哈。那有趣了，他们投票率是怎么算？其实他们有趣的是以那一个他们很喜欢拿谢国良，我就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拿谢国良，把谢国良当初的民调，同意罢免跟不同意罢免，不同意罢免高过同意罢免约20%，然后投积极行政首长所有的动员体系这样出来，他赢票才赢1万多，然后说那完了，那现在他们各区做出来，大部分有的不同意罢免高于同意罢免大概10%到15%，对，连20%都不到，然后他的运作模式跟动员模式等等，又要跟谢国良有行政资源等等的动员模式的量能又差一截，所以出来跟你们说啊，我们3阶都很乐观，私底下3阶都不乐观，3阶都不乐观，只是口头上面讲，其实3阶都不乐观，你也算嘛，里面说最危险的这几个。涂全集没有算进去哦，桃园涂全集是被列为危险的，但是他还没被列到最危险哦。郑正强，傅昆萁，他们都被列为危险的哦。你还包括那个我觉得最纳闷的一件事，或许你等一下可以解释，为什么赖士葆也列进去危险啊？然后反而李彦秀的危险度还在赖士葆底下，这个真的超乎我想象，我就问了一下，这个赖士葆的危险度高过李彦秀，这个是超乎我想象。我一直认为排名是王宏威、徐小新、李彦秀、罗智强、赖士葆，结果有的评估党内的评估，有的评估把赖士葆拉到这么前面去，甚至于他的危险度是超过李彦秀，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当然，台中第2危险的就廖伟翔，所以他们归类里面说，你等到第2阶段里面拉警报的15个里面，大体上都有这一些人。那前6名就刚才说的那个最危险，然后后面这些对吧？然后你就发现他们现阶段，全部都在讲一件事，其实不管说罢免赖清德会不会成功，然后去做任何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做的叫做情绪动员。他要把蓝营的人对绿营的仇恨不断的累加以后，刺激你的情绪，然后希望你可以出来投票。因为他们现在最麻烦的是投票率的问题。可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那
最近你看到几区那的一些的运作模式，真的都是因为为了第3阶在准备吗？三组林佩祥那些词，因为他是2阶没过，你怎么想也没有道理，他会去讲很多刺激大家的话嘛。可是他就是讲了一堆了。好，然后接下来呢，这是国民党要守的部分，国民党要功能的部分，大家最近讨论最多。现在全国知名度李孝亮算是全国知名度高了吧？以前大家根本不知道李孝亮是谁。然后如果讲那赖以任因为是那个吴思瑶那一区，所有这些包括国民党李孝亮到底要不要跟朱立伦见个面，都可以大家要讨论到这么久。三谷，你觉得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好，这个选举讲究一个气势，讲究一个氛围，所以他们现在在制造什么？制造气氛。这个气氛是什么气氛？是从叶元之要被罢免的时候，他回头呼救。联合傅崐萁呼吁党中央直接打第3阶段，这个是他们最早的策略，一直延续到现在哦。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1、2阶的选择。像我当时的话，第1阶是我第1阶早1年10个月，我刚上任第5天，他们就说要罢免我了。然后这件事情谈了11年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严宽恒，你去试探说这个罢免陈柏惟有没有机会啊？江启臣又在想说，我如果罢免陈柏惟的话，可以留下来继续当主席啊。然后朱立伦想说，那我要喊得比江启臣大声，我才可以有接任的正当性。你国民党拢规年康天无代志，拢唔讲疫情，干那要讲陈柏惟，你有够无聊？你选我这东主席好啊？所以整个国民党都在讨论我的情况下，那一年呐，就必须有1、2、3阶段不同的对应策略，谁都知道。朱立伦哪有票？朱立伦去我的选区哪有票？没票嘛。那我干嘛要去？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嘛。所以现在的整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完全失去战争调解的能力。没有人在比赛的时候打大佬27张牌发完，你就摊在桌面上。我2支梨啊，我3支老 K， 看恁怕啥，我较怕啥。你就全部摊牌了，那就表示什么？你一开始就油门踩到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罢免现在没有办法收回的原因嘛。请问他现在如何降低仇恨值？我跟大家讲，当年我的这个罢免民调，只有一种情况，我的仇恨值会跌，就是当我降低制造仇恨的，就是当我降低刺激性语言的时候，降低挑衅的时候，以前我会跟陈玉珍斗嘴啊，陈玉珍说你们那个发1万怎么样，我就说钱不越换越大，难道要像4万换1块吗？然后他很生气，我的罢免那个就会上升嘛，仇恨值上升，所以最后我们到第3阶段，其实也只有2个礼拜，就是真正10月10号到10月24号、23号投票的时间，我们就我随便你们骂了啦，我也不会再追你们了，或者是我说，难道不会有人质疑他们是假公民吗？那个仇恨值就会上升，老百姓在听的是这个。但现在国民党那个油门是没有任何后退的机会的，所以他会说你们是爱投票的邪教徒，他会说你们是边缘人，说你们月薪8万2，就随便乱讲嘛。区域立委面临罢免，你不分区立委添什么柴火？因为他们是全党从党中央厨房下令，所有人都备战，每个人都要跟滚沸的开水一样。那好啊，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会怎么样啊？我要提醒国民党呢。到时候罢免投票的民调跟你们选举的民调长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反对的会出来投，同意的不会，好不好啊？你这边说我跟你讲，今天在搞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再举一个我的例子，当年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柯文哲是有跳出来说民众党不介入的，有。那好啊，那赖清德口味而不实，跳出来讲说，从今天开始民进党爱参加不参加。上一个例子叫2018年的东京奥运证明联署啦。讲不讲那个民进党说我们不介入，大家爱投不投没关系。当年10个公投，绿营最高的就是那一个，所有的包含我相信什么同婚核电，你们想得到的东西，当年最高民调的就是东京奥运证明联署，投出来的结果。那你觉得主席出来讲一讲，我不管，那有用吗？没有用。再来，朱立伦，你才是当年罢免我的时候，带着你的虾兵蟹将在我当的选区扫的呢。赖清德到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情呢，柯文哲说了没有用所以你怎么会觉得主要跟赖清德谈？从头到尾对罢免战的认知都错误，对他们的领衔人仇恨对象错误，对发动的团体错误甚至对赖清德的期待错误。我跟大家讲，整个罢免案如果回到那个地方啦，如果回到黄国昌跟那个朱立伦的发言跟说话，这一局所有能谈的事情。
都应该在立法院里面谈。这一局所有能谈的事情，都应该在立法院里面谈。不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谈？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包含委员刚讲的，你们手上还有什么筹码？这不就立法院里面的票？那立法院里面的票能谈的事情哦，就是立法院里面的事情。他说柯建铭不应该出来喊大罢免，柯建铭最应该喊大罢免，柯建铭不喊就没人可以喊了。因为他们是对等立法院，他们是被你摔下去的那个敌对政党。所以他们就应该要喊，那是他的工作。所有你能谈的事情都应该在立法院谈。如果赖清德因为接受了在野2个主席的同意然后坐下来大家喝咖啡然后开始谈，请问一下，除了立法院的事情，你还能谈什么？到底还能谈什么？所以唯一得利的就是黄国昌，因为黄国昌从当选第一天开始就喊我要跟赖清德见面了，所以黄国昌是乐见的你看我用歌的。对不对？我无政治权利，无选票，我先告柯文哲伫遐谢，告到一个立委了后，甲柯文哲关起来变我党主席，来即马佫开始动党主席的告到偌亲切，还甲我见面，好死啊！全台湾上好告的黄国昌。所以如果这个见面成真了，我跟你讲，黄国昌得利了，黄国昌出来，赖清德啊，最后还是听了我的意见决定每个礼拜日要放假，就你一定会讲一些言不及义的东西啦，但是他就成功了，一定是这样子，我跟你百分之10000是这样子，鸡肠鸟肚的黄国昌，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今天有没有院际协调？有没有立法院正常审议程序？有，是谁用程序委员会用名字那种本来不应该推案的东西在推人家的案？该党团协商的时候不协商，然后半夜那个晚上6、7点在开会，全部破坏例子的。都是立法院能解决的事情，不在立法院谈，硬要扯总统谈，本来就已经是给朱立伦跟黄国昌开后门了。不要得寸进尺，不要威胁赖清德，不要威胁中华民国的总统。好，那我们如果要真的把攻守两边分开这样来看的话，一直是林佩祥这一席，是因为本来说好像5月22要送，对，然后最后一天是5月23嘛，对。他们现在说要拉到5月23才送我觉得不是因为联署书不够而是整个罢团其实非常有节奏在延长这个热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送审期间其实是一定程度的冷静期，因为40天嘛，因为也没有人再送了，所以剩下基隆在送。为什么所有罢团都集中在基隆？同时在帮忙林佩祥的同时，也在帮忙自己因为有12个选区，他们还没有到130%，因为要到130%有2个意义啦。第一个也补件嘛，补件到底会删掉多少不知道，所以他们要冲到130%嘛。另外130%意义就是，我如果未来一人拉一票的话，就是以所谓的参数来算2倍的参数的话，投票就可以超过25%的门槛。所以所有的罢团都在冲这个130%，所以他们集中资源去协助基隆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都在都在联署，他们透过基隆的宣传去维持热度之外，顺便把自己也冲到130%。那现在有多少130%？有18区130%，130%表示国民党每一区都危险，这是8区，因为乘以2，所谓的倍数啦，我们乘以2，一人拉一票的话。就是过了门槛嘛，都过25，所以你现在剩下的叫做国民党，你如何去动员不同意罢免票嘛？那所以刚才赖清德讲的仇恨动员，谁在仇恨动员？国民党在仇恨动员，不是罢团啊！罢团从一开始就定调这场运动是什么？我们用李乔老师的一句话叫“反抗就是爱”。为什么所有的文艺界跟影视圈说我们是写给台湾的情书？所有的联署书叫做写给台湾的情书，就是要降低这个所有的仇恨值。而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叫做中间选民，有很大一部分叫做知识蓝。所以赖士葆为什么比李彦秀危险？李彦秀毕竟有南港区，他有组织动员的基层的资源。这个东西反而是对李彦秀是有利的哦。为什么在乡村地区的罢免难度那么高？3Q 的头发为什么还没剃？因为他们有组织动员力，组织动员力会让那个区域的所谓的联署也比较困难，也对于所谓的3阶段的投票，它的强度也会比较高，比较容易动员出不同意罢免票。
对于都会地区这18区所谓的超过138%，你去看。几乎都是都会地区，以台中市为例，3区3个超过138%都在台中市区，台中县区江启臣其他的3个选区其实都在所谓的旧的台中县区，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区分非常的明显。这一次在都会选区，国民党面临很大的威胁，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误判了这场运动叫做民进党的运动。错误，因为这场运动叫做中间选民、知识蓝、艺文界、影视圈这些人，他们根本过去可能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加入了这场运动，推着民进党的支持者走，让这些议员啊不敢不动啊，我要不要选啊？这些都是过去他们的支持者，他们现在都要签出来联署，你说你联署书你不收，你被骂死。所以为什么民进党要动，赖清德也没办法喊停的原因在这里嘛？因为你跟国民党非常不一样，哪一个领衔人，这些公民罢团的哪一个领衔人，现在都送进去了，说要撤。国民党是不愿意当领衔人啊，大家躲啊！这些所谓公民罢团的领衔人，每一个人打死不退。已经送进去，为什么可能退？我要负所有法律责任，我要负所有的这些罢团的全责，这不是你们议员要负责的，是我这些领衔人要负责的。我怎么交代这2-3万份的这个罢免联署书，同意罢免联署书，我怎么退？所以这些退的已经没有道理，而接下来他们已经透过基隆的这场支援，全台罢团的支援，已经在开启了，不止在催票，而且在催第3阶段的联署嘛，已经开始在准备第3阶段的动员嘛，这些动员有多厉害？不要说了，我们选一个议员建议议员这边很清楚嘛，你的志工有10个了不起了，不用领钱的。选举的时候有10个志工帮忙，他不了不起了。有一个罢团是有300个志工他们的资源是这样更新出来的，没钱的人出钱，有时间的人出时间这样300个志工当然会比一个议员，甚至我说真的，赖清德选总统的时候有没有300个志工？可能都没有如果一个总统都没有一个300个志工的话，那这些罢团有300个志工在街上排班在造势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盯出多少的选票？所以这场大罢免运动，我一直说是。没错啊，林佩祥说的是边缘人啊，只不过这个边缘越扩越大，从1%扩到现在13%，13%之后要扩到25%，而这些扩大的能量在哪里？就是每一个人他不是中心，每一个人都是志工，每一个人都付出他的时间跟金钱去投入这场罢免运动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是主体的时候，每一个人去拉一票，你觉得国民党这些被罢免的立委危不危险？我觉得啦。现阶段超过13%，已经达到130%，这18区的罢团的这些被罢免的立委都应该非常的谨慎去面对你们接下来的3阶的投票。而国民党最好的因应方式不是3阶投票，而是你们要准备4阶的人选。我要说的是，这些罢团没有一定支持民进党，只要你们提出好的人选，甚至可以跟民进党比拼的人选，这些罢团不一定是哪一个政党当立委，他们只是看不惯现在在国会里面被傅崐萁带着乱跑去中国的这些立委。我们分2个部分，一样的。现在对国民党来讲，这30席或31席，又要看林佩祥。可是显然林佩祥的那个仇恨值在堆叠当中。那我不知道那个策略上是不是真的就提早要去像3局长，你们一早就定调要去打3阶了，所以把所有的仇恨值大家就是各自动员的那种推法。这是你们要守住那30席或30席。攻的那一部分，尤其像李孝亮前一阵子突然，尤其鞠躬的那个画面，就让人家突然觉得说，你怎么会好像被放生了或什么？可是显然李孝亮并没有退啊，而且他最近讲说他在8·1这部分还有一个夜行计划，然后媒体又报道，因为好了，那个是小平在节目里有讲说，国民党是不是还有一些党籍的里长，其实并没有真的也是服从党意，然后就要办。今天媒体又报道，像有地表最强里长方和生，他好像是挺无配役的，所以对你们来说要怎么样去拿捏像这样子？然后甚会有人讲，他在地方实力这么强，国民党得罪得起他吗？首先我觉得这个现在你说到底是不是以3阶为目标？因为你老实讲，你看其他区
大概过2阶的机会都是蛮高的，除了少数可能地方政治生态比较复杂之外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林慧祥，当然我觉得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准备3阶，但是他以他目前的策略来说，的确是蛮直球对决，而且是直接抓着霸团，然后直接去对决啊。但因为为什么要去针对3阶？因为很简单啊，就是说，包括刚刚讲的民调里面，即便不同意罢免大于同意罢免，但以刚刚投票率来说，绿营要出来投票，就想要罢免的这个大概有80%，对。蓝营的在民调里面才5成不到，恐怖死了。好，不出来投票，全部都出来投票都不一定会赢的，更不要谈说我们说一半的人出来投票。所以以现在的国民党立委来说，大家都已经大概都做好觉悟了，3阶是一定可能会成型的。成型之后，我们要鼓动我们支持者，怎么鼓动呢？第一个刚刚讲的抓赖清德打，现在看起来橄榄枝直到今天为止，你可能不会再讨论下去。直到今天，OK， 看起来是这样嘛，因为不可能停下来嘛。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赖清德之外，接下来就是直接的就是这样直球对决，不管是对霸团，然后对于自己支持者，希望自己出来投票，目的大概是这样子啊。那回到李孝亮部分哈，我们的确要进攻，包含吴沛忆跟吴思瑶部分。都没什么，都不容乐观啊。那包含李孝亮部分，他自己其实，我觉得他是个很老实的人啊。就是说，还譬如说，他现在第2阶段的联署可能只到多少？他只有6000份，不是吗？他讲6000份，那离这门槛看起来蛮远，因为其实期限快到了。那包含这个，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国民党地方里长就是开始出现不同的一些问题出来。好，举例来说，虽然现在讲那个是方和生啊，然后老实讲，这个为什么我说李孝亮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啊？讲到方和生，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孝亮其实他有办了2场的所谓的他主动出击啦，好，去这个收联署书嘛。那其中一个这个中情里嘛。中情里应该就是我们方和生里长，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蛮尴尬啊，怎么说啊？就是说，当大家一开始质疑说方和生里长是不是跟吴沛忆委员站在一起的时候，那孝亮又出去中情里这样子主动出击啊，政治上老实讲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地方里长会觉得说你在挑战我们，但老实说，我觉得方和生里长并没有直接说他挺吴沛忆。他现在吴沛忆他的 PO 的所谓文宣，让他干嘛？是符合他所推的食物银行等等。方和生里长过去长期来推动，里面有吴沛忆委员，但也有国民党的郭彰言议员啊。所以说蓝绿都在一起嘛。所以你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国民党里长倒戈？从这照片没办法看出来。但如果小平哥他点出有国民党的里长真的去倒戈的话，这当然是违反我们党纪跟我们党认同的问题。但这个是谁啊？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不是说这个里长，而是提出这一点的我们的小平哥应该直接告诉我哪一个里长嘛？在哪个里长，我们议长就是现在代理主委，他就下去调查。调查如果真的是挺民进党的话，没什么好讲的啊，因为该开除就开除啊。但是就小平哥把这个名字说出来，不然现在整体的中正万华里长。每一个人人人自危啊，不是我，但是是谁也不知道这样。不过现在看起来，没有是林沛祥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讲这些？而且他不是讲完那些就结束了，他还继续上媒体，他还继续讲一些，为什么？所以我说林沛祥他是真情流露嘛，他是真的真情流露啦。因为之前我看到大家在整理他的发言的时候，我就想说，哪一个幕僚会建议老板上访问去讲这种东西？不可能嘛。那后来了解了他的出生背景跟成长历程之后，我就觉得这就是真情流露，他真心相信。那我们将心比心，如果我有那样的身家，如果我有那样的经历，搞不好我也会觉得我们是 top 1% 啊。那只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说他的身家背景爸爸市长，妈妈6连霸的立委，从小呢就到这个美国去衣食无忧的各种生活，什么事都有安排好了。回来之后立刻有工作，而且呢马上选议员，议员选了马上这个当副议长，而且其实他也都已经尝试要选过市长了，对不对？那他尝试要选过市长，那他参选市长不如意，也是因为输给另外一个公子嘛，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会觉得他这么的不可一世，我觉得那就是他的真情流露真正的想法。所以真正没有把事情做好的人，是安排林沛祥上这些节目的人。我坦白讲，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进入选举模式他这个面临罢免，要到了当成选举来打，这个是正确的。那所以开始安排一些访问，这一定是他身边的人要包装他的时候会去做的事情。只是他们完全错估了林沛祥他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程度，也就是说，帮他安排上节目的人没有发现林沛祥是草包啊。那林沛祥上去，讲了这个草包言论之后，哇，言上之后，他再上节目，他解释的时候，他说，没错，我就是 top 1%。然后而且旁边坐的那张思刚多尴尬，他还说，思刚啊，
250万人，如果有25万人里面只有250万人，只有2.5万人，那你一定也在里面。我看思刚吓死了，3条线。张思刚如果讲说，对我张思刚也是 top 1%， 那我跟你讲，他未来下一个遇到压力就是他嘛。那可是林佩祥，那完全不改其志啊，他也没有发现他旁边这个国民党的朋友的尴尬继续讲很得意啊，说这些霸团的他们本来就是需要温暖啊，我们就是要去这个他们就凑在一起取暖讲到这样子真的是我看基隆的霸团本来还有点忧心，说安全门槛过得了，但是以现在林佩祥他这样自己帮自己的罢免加油的这个态势我觉得安全门槛就也变近在眼前，所以。但是不是林佩祥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万一林佩祥他取得了焦点之后，他真的变成大罢免未来第3阶段的其中一个焦点人物，我觉得这会对国民党很多的委员造成麻烦。就像前面刚有谈到李彦秀，自从他那个加州房子的事情被亏之后他有刻意维持低调，他把文传会的都辞掉了，他就说他不要在镜头前出现了，他要低调。可是是谁拉着李彦秀一直没办法低调呢？王宏维啊、徐小新啊、罗志祥，让李彦秀想低调也没办法。可是谁拉着李彦秀一直没办法低调呢？王宏维啊、徐小新啊、罗志祥，让李彦秀想低调也没办法，因为在台北市上绑一起，到最后王宏维、徐小新、罗志祥3个人。一口气把李彦秀跟赖士葆都拉过门槛了。那未来如果说北台湾、基隆再加一个林佩祥，那林佩祥又一直很爱上节目，上节目之后每次说对我就是 top 1%， 我就在罢免团里就是边缘人，我不后悔我讲过这些的时候，那你想想看，罗廷伟也想低调嘛，廖伟翔也想低调嘛，可问题是大家想说，那林佩祥这个看板人物、焦点人物之后，大家会想说，我们也来比较一下。国民党里面有哪些正二代，有哪些公子哥，现在正面临罢免？哇，廖伟翔马上一定会被拿出来比嘛。那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还是回到真正的核心重点，国民党要解决大罢免问题，要的是要修复国民党本身的社会信任度。如果他们不思考走这条路一直在讲赖清德出来交代，赖清德出来交代，就完全搞错了。因为支持大罢免的人不一定是喜欢民进党，支持大罢免的不一定是支持赖清德，而是讨厌国民党。国民党现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作战的对象是讨厌国民党，而不是仇恨民进党。所以我觉得在这整个的第3阶段的时候，国民党真的要去思考说，能不能利用他们现在立法院仍然是多数的这个筹码，在立法院里面把去年到现在制造了一堆死结把它打开来。你说宪法诉讼法、大法官的人事案，还有总预算，以及呢这个国会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这些等等的，如果国民党你能证明你可以打开这些你亲手打上的死结，那你的社会信任度慢慢回来之后，还是有点希望但如果你是说要让林佩祥徐小新王宏维做你们的看板人物的话，那这将是霸团的福音了。所以为什么在讲起来的时候，很多不管你好像说像馆长或是国民党也有一些人，那时候不是有像不分区委员一直在讲的都是钱的问题。好像霸团有很多人都是有钱的，为什么他们一直要绕在钱？钱这件事情对老百姓来讲，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拿钱，是他们很在意的一件事嘛？当然，霸团跟你讲说，你举证到底谁有拿钱或什么东西，要不然要告。好，这是一回事。可是连馆长也说，那是不是有人都是为了要钱什么这些？可是我每一次都问这个问题。霸团刚才义善讲那300志工，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一件事。300志工，然后包括各种创意。我也每次都问国民党的朋友，就是说，那当你们要罢别人的时候，你们怎么去激你们的人的热情，或是有志工愿意像这个样？这个很重要嘛。人有热情去做的时候，比你拿钱给我，或甚或比你逼着我，搞不好他更能够做出他想要做的。那为什么连馆长宣讲，我很难想象，馆长100万粉丝，然后那个流量多少，为什么罢议宣讲人这么少？我应该是讲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啦。当你要去讨论一个团体，我们所谓的公民团体，然后你一直要说
你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攻击他们、去说他们的时候，去指责或者是指责他们彼此骂的时候，你当然就是要讲到钱嘛。这是比较一般人通常在讨论的方式。委员跟我知道了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你真的要有多少志工？10个吗？很难呢。这10个都很难，他比较多了，他老教，真的10个都很难哦。我当然你要他整天帮你，对啊，时间到就帮你配合排班，然后发东西、发面子，陪你一起去。我们的选区有74个里，然后你要分多少志工才能完成？所以他们现在欲加之罪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要去盯这个东西？我只能说这些志工，说真的，你要拿钱请他，他还不一定要来。真的是要他们愿意。所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啦，这些东西都是积出来的。我再讲回来，林佩祥，大家记不记得高级外省人这句话是谁讲的？郭冠英。郭冠英当时候不就是台8职高级的外省人，然后等等等的问题。那我应该是讲说，他们从小生长在基隆，他们的世家这3大公子，凭良心讲，他不是只有选过市长也选过立委，这一次是第2次。他什么都选过，只是当着议员，第1届当了副议长。我只能说他是含着金汤匙的。那应该是这样，这相对的，你用这种方式，你 top 1% 的这个。你记不记得当时候连胜文选举为什么刚开始赢柯文哲赢了一大票？那这个操盘手在这里，把它操到最后面，就是相对的那个所谓的剥夺感。那原因就在这嘛，你林佩强要把自己搞成全国火热，第31个全国瞩目到23号，未来我告诉你，连你旁边周遭的立委，包含台北市。北基桃这个共同生活圈，不要说桃园，北基，全部这个台北市的5席都会被你牵连到。所以在这个地方，国民党现在自己，尤其林佩祥，你在自己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如何操作选战，你想要走那个所谓的基隆市市长的模式，一个人站街头拿的，那为什么每次讲到张渊祥你就跑掉了？那个叫张渊祥，对，张渊祥，对，讲到张渊祥你就跑掉，你到底跟他之间，霸团都有这样子反应，包含我们的议员也都说去基隆宣讲，都遇到这个东西，他就跑掉。我只能讲说，林佩祥，这个时候你该面对的、该做的，你自己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就等着被罢免成功吧。喂，你们要怎么吹热情？你知道这个两相比较，那个热情真的差很多的感觉。我们持平讲嘛，就一边然后就讲我只有6000份，我还见不到主席，我还有什么。另外一边你光看志工好。那个人数或那个创意的发想或者什么，我相信有很多东西一定是，绝大部分一定都是你有那个料，不管他对于蓝营白营有什么样好，你说是仇恨也好，他什么都好，那他有热情要去做这件事，你们到底要怎么吹这样的一些热情？不是，首先一开始就是我们现在的主轴论述，跟譬如说要罢免吴思瑶、吴沛忆的这个支持罢免论述，会有一些冲突跟矛盾在。老实讲，我们现在对主轴论述都不同意罢免，对，好，不同意罢免国民党立委，但我们主轴就不同意罢免。但譬如说我到了吴思瑶、吴沛忆选区，你要去罢免他，支持罢免，我们支持者在没有在直观的听觉上或这个逻辑上就会有些冲突在，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然后再来就是我对于馆长那一场的那个人那么少，我也是很意外，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以那场他直播观看人数还是符合他的条件，都好几万人观看，其实热情还是在。那当然，我觉得你说现在国民党的这些支持或者非绿的支持者，到底对国民党这些立委有没有热情在？以4月26我们办那场造势活动看起来结果是很好的，但这样的支持能不能在平常的其他的活动里面展现？现在看起来的确蛮困难的，因为就是我就觉得我就会投票啊，那也不要，因为老实讲，参加活动，我就对我支持徐小秋、支持王威就好了。那我不需要重复得到那么多场的场子去呈现出我对他的支持度。那这反过来会呈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我们支持的人。好，以及就是说，即便是我们用仇恨的方式，这个所谓的这个吴思瑶、吴沛忆，这个我们的志工人数也一样啊。回到我一开始那个论述矛盾，我们支持者那个仇恨感，他就一下好讨厌吴思瑶，但我又这个又要这个不同意罢免，就是大的逻辑这样子。
他们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当然就会被这样的冲突给消融了。所以我也觉得这也因此而凸显在这一次在资料吴沛忆他联署的过程当中，以志工看起来没这么踊跃。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我们的党工跟我们的党部主委这个司法关系，也的确是影响到民众害怕联署的一个部分。来，我可以补充一下，请说。你如果说馆长为什么现场人数这么少，我只能说支持馆长的不代表支持罢吴沛忆。他们只是想看馆长直播今天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他的主持方式、骂的方式。但也就是当天的情况，我也赞同委员刚才讲到一个论述。现在就算民进党要动员，很多老一辈长者也不见得愿意动员出来。加上现在视讯所有的那个媒体的方式展现直播的方式越来越多，所以到现场支援的不像以前那么热情那么高。那我只能说，那如果说馆长他到了。他这一场的人数这么少的原因在哪里？我应该说了，罢免吴沛忆的正当性跟说服力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张力根本没有出来，所以导致于看馆长直播，我是支持馆长，但不代表我支持罢吴沛忆或吴思瑶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个人认为国民党这个部分还是正当性不够。OK， 尚公，今天立法院通过了7月31号。延会到7月31号。绿营在解读上面，有人说这是张开司法保护伞吗？因为你看那个画面上面，那个民进党摆了一堆的伞在那个下头，是因为有人说是因为这次的司法行动里面，有一些的主委都有立委的身份，所以蓝营跟白营要联手拉延到7月31。那7月31以后呢？那7月31以后。还是有可能办啊，他还是会有这样一些的问题啊。而且那赵少康有讲，如果等到3阶，他讲说接下来的时候到选举要投票的前一周，包括卢，包括韩 ，OK， 讲就这几个国民党最重要的大咖，全部都要下来，全部到每个地方，然后就要去合体，然后包括要去保每一席，你觉得办得到吗？第一个7月31号啊，大概我们刚才说，如果投票还要补件，它可能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会在7月30，可能就在7月31号以前就投了，因为他们就5月陆续提出来的嘛，你算时程，可能在7月就要投票。那当然，你7月就要投票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盲点，就是说，这些人国民党的任何理由，但最让人纳闷的一件事，你不是要被罢免吗？国民党的任何理由，但最让人纳闷的一件事，你不是要被罢免吗？你不是应该回去顾票吗？你为什么都在立法院？其实这个7月31号。议程的安排又全部在国民党手上。国民党真的会排很多议案里面都要这些全员到齐吗？那面临罢免的已经2阶的30个，要不要回去跑？当然要啊。所以你是说延会，但是不排很多会啊？延会不排重要的议案呢？不然怎么办呢？大家都不要回去喽。不是，全部排在7月31号的目的呢？然后今天讲呀所以我说7月31号的目的，你怎么分析他们的理由，我都觉得很纳闷。唯一一个理由成立的就是，投票前担任要职的立委不要被约谈。没有，你一被约谈，很奇怪啊。你说，里面至少有3、4个。立委兼任地方党部主委，还有人兼任中央，中央的主发会主委嘛，徐宇珍嘛，他当然把你延到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会期中你才有人身保护权，这要骂就骂国大哈，国大当初你们垃圾什么蟑螂大战，国大很不爽，为什么我们开会才有人身那个保护权，你们立法院。任期内都有，所以一火就把它修到会期要。那其实白一点说，党团总召是谁？傅昆萁吧。傅昆萁现在跟他有关系的案子还摆在那边了。突然来一个
约谈或怎么样呢？战天下突然来个约谈呢？矿石案突然来个约谈呢？雪上加霜现在不是你单一个案的问题，那是整个都波及的哦。你说林佩祥他的事情发酵只在基隆市他个人吗？没有啊，他就是一个震波啊，啪一个就全部都震出来了。所以你说研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个人很主观的认为，就是避免某些人在这个时候被约谈。好，那刚讲到说，在选战如果第3阶打到后面的时候，包括卢、韩、蒋，如果这些大咖全力去护盘，因为这次很重要的是，在都会区是国民党的重伤区，所以这几位刚好又是，你知道台中是卢先生市长嘛，那台北蒋万安嘛，那韩国瑜，那不要讲韩粉的，到现在韩粉都还很多，所以对国民党来讲，未来真的至宝就这3位吗？当然你这3位是目前为止在国民党政坛上面，对于基本盘号召力最强的人，朱立伦都没有，朱立伦都比不过这3个人，好，卢秀燕第一个是，大家很多人对他选党主席有期待，第二个他是2028国民党目前期待值最高的人，是。所以基本上他是对基层有号召力的，号召力的哈。第二个韩国瑜，那我们都知道，他就是深蓝教主，深蓝教主，一直穿云箭，好，他就是深蓝教主。他只要我就说你426在凯道办，只要韩国瑜点头去，现场多6000，不用动员的，现场可以多4到6000人。他就是有那个基本深蓝里面的量了。那蒋万安他比较算中性一点。你说他深蓝啊，因为也有些事情深蓝对他也有意见啊，中正纪念堂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蒋万安被视为未来他少主嘛，未来的国民党的蒋总统啊，未来的国民党的明日之星啊，对嘛？所以他也有某种程度的期待值嘛。那你说，侯友宜就没有这样的期待值？你又说其他都没有，而且4个直辖市，现在30个，4个直辖市2阶送出去的是23个，只有30个哦，4个直辖市23哦，23个，其他就零星的一个、2个、1个嘛，所以他就，所以你说。这几个人，他必须担负的责任有多大？而且一定大家抢，当然一定大家抢，抢的他会未来会有一点像选举哦，抢着做什么？扫街，油菜市场，然后大家都希望你给的时间不是来5分钟，而是能陪他走一段，所以你看得出来，这里面未来这几个。就是国民党里面要用的，那当然各县市长他就要回去顾他自己的人。一定大家抢，抢的他会未来会有一点像选举哦，抢着做什么？扫街，油菜市场，然后大家都希望你给的时间不是来5分钟，而是能陪他走一段。所以你看得出来，这里面未来这几个就是国民党里面要用的，那当然各县市长他就要回去顾他自己的人。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未来到了3阶的时候，那真的就像传统想象中的选战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武林，然后未来呢，但是那个动员啊或造势一定都会这样。来，阿苗是来最后2分钟。今天出庭当证人是柯文哲在你的出庭了，大家都好奇，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包括民众党，包括黄文昌他们在前面有发一篇讲到你要去出庭，是，然后圣火直接讲说什么苗头不对啦，圣火讲说你以为这是单纯的出庭作证吗？这是一场政治上的什么什么这些。对啊，这个传票其实我早收到了，不过我觉得
至少武哥你也知道，以我们法律人的 sense， 做这是国民义务，你本来就不需要去高调的讲东讲西嘛。是因为昨天这个晚上出庭的前一天民众党突然 po 一篇文章，他们中央组织部说这个什么司法信赖啦，苗头不对啊，然后是对柯文哲的追杀这些东西我看了简直莫名其妙因为事实上柯文哲在今年3月20号出庭的时候，他主动说苗博雅的质询是我都保证他柯文哲主动讲的柯文哲主动讲的这件事情嘛，那检察官申请要传我，那我拿到法院的传票，如果我拿到法院的传票不去的话，是要罚钱还要拘提的对啊，先罚再拘。屡传不到的话会流亡海外变橘子。所以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件事不过我觉得我今天有一个感想，因为时间简短讲，就是这个民众党好像把柯文哲这个案子走一个错误的方向。因为简单来讲，如果是去思考说怎么对柯文哲好，你应该是要在法律的争点上面去做最有利的论述嘛，就是要帮柯文哲拼无罪。因为他一旦任何一项有罪的话，政治生命立刻是终结。你一定要帮他拼无罪嘛。可是我的感觉是说，民众党很热衷于在操作法庭外的舆论，包括我今天这个一结束作证一出来之后，哇，看到网络上他们自己很多自动自发在写什么，我们今天去听开庭的笔记啊，结果没有一样是对的。就里面还在写一些根本就是不是我讲的话，然后说我有讲，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终于知道，原来之前什么朱雅虎啊、林清龙啊，他们出庭的时候那些笔记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时看得怪怪的，想说，他们真的会这样讲吗？今天我自己遇到了，就是原来是这样子那全程大概160分钟里面，一个检察官，然后4个律师，4个律师在问柯文哲，然后沈庆京，还有黄景茂跟应小维律师都问嘛那。整个160分钟里面，其实讨论了蛮多法律的争点的，只是说到最后变成是他们只是在做一个政治上面的诠释。那我觉得其实这对柯文哲来说啦，在法律上他会陷于险境，也许在政治上他的还会有一些支持者最热情的那种支持他，但是只要他这几个案子里面一旦有任何一项被判决有罪确定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柯文哲本人来说其实是最不好的结果。OK。来，威就是大罢免30秒，有什么呼吁？没有，我觉得已经走到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只剩直球对决了。因为其实你说真的要大家把这个停止下来，现在看起来火车已经起步，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刹车了。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在彼此建立仇恨值之外包含国民党策略，其实。投票率是一切，那中间选民更是关键。那过去这些中间选民没那么政治对立，如何在这个时候愿意支持国民党立法委员？其实，在我们论述上，包含立法院研会嘛，立法院事情在立法院解决，有什么好的法案，赶快提出来，让社会再增加对国民党的信任度。OK， 来Jay 30秒。其实国民党现在目前都一直说是赖清德，如果有机会，赖清德只要说停止罢免就会罢免，这个讯息绝对是错的。我还是讲一句话。民主进步党以及我们地方党部的公职，在罢团的眼中，我们只是连侧翼都不如的。有问题，我们要负责帮忙协调解决，但是原则上他们有事情会请教我们，就是这样。OK， 阿苗30秒。其实这个大罢免的这一件事情，最终还是需要国民党自己把过去1年做错的事情校正回来。那如果国民党他还是认为说，不行，我立法院过半，我就是为所欲为，那你赖清德就要无条件投降纵使有大罢免赖清德，你也要宣布要停止照这样的思维来看的话，不管赖清德总统在递出多少的橄榄枝，最后国内政治还是走向对决。那民众会看到了这个过程，然后他在对政治感受到对立性升高的时候，民众自己心中会有一个责任，到底是在蓝或绿的看法。OK， 今天是520赖清德总统就职1周年，然后也发表相关一些演说，但是在民主制度之下，看起来。大罢免的火车，那显然是一路在往下走。那未来包括各阵营之间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